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整理有关演员诚意的文章和内容。晋升述职完毕了，整理下给演员诚意的文章和分析内容。都是技术咖，就会惺惺相惜；价值观趋同，就是同路人。所以有种自己喜欢自己的感觉。我是如何知道这个名叫诚意的演员的？知道这个名字的时间很长了，因为赵丽颖是我偶像。在补赵丽颖的作品时，《青云志》这部戏时，通过林惊羽这个人物开始知道有这么一个新晋的演员。但印象最深刻的是还是后来的《秦岭神树》。张起灵版本有很多男演员扮演过，所有版本都看了，印象深刻的就是程毅和萧宇良。而程毅更像早期书中的张起灵，高冷但是并不冷漠，内心温柔、清秀、神秘，对吴邪默默付出和跟随。因为演绎出我对张起灵的理解，所以记住了这个演员。为什么会关注这个人？因为是同一类人。我喜欢他的坚持，喜欢他的敬业，喜欢他的认真。共情于没有资源只能靠业绩说话，共情于生病了还得上班，共情于不会来事只能小心翼翼。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。他是一个选择走 P 路线发展的职业演员，自身对营销不太感冒，所以在方面略显短板，不及某断层顶流。喜欢搞技术的人都有共性。佑佑早年他性格活泼开朗，采访时直言不讳反弹和打弯球。再加上搞技术的人对资源掌控没有欲望，也不喜欢控制资源或者搞关系，因此被网暴几次，只能自己忍着委屈，扛着压力，苦水自己消化。因为不擅长，后来慢慢的就学会隐忍，厚积薄发，谨言慎行，少说多做，专注发展自己的技术长板，让演技再精湛10分，使每一个项目落地后都能让别人看到他的成长，专业度进一步的迭代和发展。由于太过于发展长板，短板就显得更短了。他在营销上、宣发上都比较低调，也很木讷，不擅长自由应对，也不愿意上热搜，也不愿意去纷争，更不愿意去搞7搞8的炒作博眼球，还不如关起门来钓钓鱼、发发呆，沉淀沉淀自己，好好复盘，为下一次目标或者成长做好准备和努力。我越来越喜欢程毅，是因为是同类人，职场里没啥背景，兢兢业业，用技术说话，核心骨干走 P 路线，不是资源咖，只会认真干活。生病了发高烧仍然在工作，没办法休息，甚至我父亲去世那刻我还在工作开会，那种没见到亲人的最后一面是一种深深的自责和遗憾。反正感觉挺多相似之处的，可能程毅身上有太多千千万万打工人的缩影吧，因为热爱所以才会拼。他是一个执着走专业路线发展的演员，在演技上精益求精。他身上传递出对演员职业的信念感，在行业内沉淀的毅力、专业度的价值观，执着打磨对作品呈现的精细度，对角色诠释的逻辑性，要求自己精准演戏呈现。他在眼神的情绪传递上准确、动情、有层次，且有递进关系，我十分佩服。这是他的优势和强项，弥补了他在颜值上相对的短板。也因为他眼睛里有戏，能感觉到情绪的流动。由于他精准表达，作为观众，我能准备捕捉到人物此刻的情绪状态，产生共情和代入。程毅就是一个认认真真做项目的人，和每一个在大厂里兢兢业业的打工人一样，怀揣梦想，谨慎干活，就盼着年底多发点奖金，来年晋升1级，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被更多人认可和肯定，可以用平台数据作证其业务方面实力。
收尾展示来自酷云数据2025年年度双平台累计点播播放总量，无论是点播规模还是排名名次，诚意作品《莲花楼》完爆肖战作品《玉骨遥》。同时合计双平台 TOP3 点播总量，爱奇艺点播规模2.15亿，腾讯视频点播规模1.53亿 ，gap 差正向40.52%。2025年腾讯视频被打低有点的惨啊，当然它有继续提升的空间，值得每个人期待。肢体表达上，如通过肢体细节展示出人物的个性、社会地位、身份、性格等特征。目前在诚意的表演上看到有存在部分空白的地方，这可能和他长期接古偶电视剧有强关系。目前诚意成名的作品中，大多数是精英、神仙这类不涉及人间烟火的角色，大部分镜头又是对脸拍，肢体表达上不需要为角色太多设计。而在现代剧、职场剧等其他类型电视剧中，角色有社会地位、职位、身份等等要求，就需要有贴合人物的行为、肢体语言及气质。他会成为顶流吗？他的发展上限在哪里？诚意目前团队缺少一个会商务运作的人。从他现在接的商业品牌来看，在行业类目里不是超级 top 顶奢侈大牌没有，价格带窄，品类触及窄，商业价值仍在2级梯队以下。同时他片酬在同级别梯队中价格中下。通过价值转换来看，他们团队缺一个牛逼的商务。这个是他现在市场天花板上限。给诚意的信提出了自己大胆的诉求。第一封信，我在用户运营这方面，因为工作了10年，沉淀出一些操盘流量扩圈、用户商业价值成长、GMV 转化的打法和套路，也是连续3年绩效优异的破格被录取的运营小二。我觉得我能帮助到您的是通过用户价值提升，带动商业价值跨越。第二封信，时隔2个月我又来了，这次先给你汇报个好消息，我破格晋升了。我在互联网阿里集团工作，这个行业对35加的人并不友好，到了35岁后发展空间是有限的，组织和行业也会考虑发展上限的问题，而降低培养机会和升咖空间。但今年组织破格让我晋升了，这和您在演艺圈升咖一个逻辑，除了专业技术，还需要了解晋升对手、机遇和能力补齐。第三封信，我斟酌再三，想了想，还是以提供更多正向情绪价值更合适。同样是你用角色提供我们情绪价值的最好回馈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成长。因此我调查了你的粉丝构成和知名度情况，分析出你选择这些品牌是和你定位相似的，即是在品类中排序中高端的但很低调的品牌。议会提交的信，那未来怎么规划的呢？大概率会继续提升技术专业度，尝试不同角色拓宽戏路。P 路线的职员发展规划是技术深度、精度为目标方向的。因比判断未来会继续提升演技深度和广度，会尝试不同社会地位、身份、职业、场景等复杂的、高难度的角色塑造，并沉淀自己的方法论、经验，输出反哺给其他协作者，用专业性扩大在行业内的影响力。